我身旁啊，就是中国4大美女杨贵妃之墓。那这个地方有许多的故事。公元755年，也就是唐天宝14载的时候，安史之乱爆发了。到了第2年的7月15号，唐玄宗就带着一众宫眷和臣工呢往西南跑。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啊，就在这个地方中途休息的时候，就发生了士兵的哗变。那现在回头看这起士兵哗变啊，很有可能是太子李亨策划的一起政变，借机除掉了杨国忠。那为了免除后患，哗变的士兵又要求诛杀杨玉环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唐玄宗只能将杨玉环缢杀于马嵬驿。那我身后的这座坟茔啊，就是位于陕西兴平马嵬驿的杨贵妃墓。现在这个墓的封土堆是用青砖给砌起来了，原来就是一座土堆。不过据说原来的封土是白色的，民间传说这个封土堆的土可以美容养颜，所以很多妇女来贵妃墓祭拜杨贵妃的时候呢，都会偷偷的拿走一些封土。我觉得呀，这也许就是最早的面膜了。结果大家都拿，导致这个杨贵妃墓的封土堆呢就越来越小。后来为了保护这个贵妃墓，就用青砖给砌起来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砖砌就的坟茔。杨贵妃墓呢位于马嵬驿，马嵬驿就是唐代的一个驿站。说到驿站，和杨贵妃还有一些关系。我们都知道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啊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啊。当时的大唐啊，就是用驿站系统把岭南的荔枝运到长安的，据说用的就是800里加急。从遥远的岭南运到长安，荔枝还能保持新鲜，这说明古代的快递业务已经相当发达了。不过古代的驿站主要是为朝廷服务的，主要是把全国的信息迅速地汇集到朝廷，确保朝廷做出正确的决策。驿站呢也为普通老百姓服务，不过成本太高了，所以古代才会有家书抵万金的说法。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驿站的800里加急，一说到800里加急，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画面：一匹快马冲进人群，马上的人高喊800里加急，挡路者死。那什么是800里加急呢？过去啊，按照事情的紧急性，古代驿站分为不同的加急。比如300里加急，意思就是每天的前行速度为300里；600里加急就是每天要前进600里，而800里加急呢，就是每天前进800里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广州地方官把一筐荔枝想要送到长安的话，距离大约是1700公里。按照800里加急，大概需要4天多的时间呢，杨贵妃就能吃上可口的荔枝了。而且各地驿站还要负责给这筐荔枝加冰保鲜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800里加急很容易啊，这800里加急加的不是人，而是我身后的马。因为只有千里马级别的良马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。不过千里马哪有那么多呀？所以古代只能更多的建立中转站，以供更换马匹，这就是驿站。在盛唐时代，全国各地的驿站达到了1600多个，为驿站系统服务的人超过了2万。仅驿站内的驿兵，也就是古代快递员的数量就达到了1万人。基本上唐代的每一个县城都有驿站。我们今天就处于大唐时代的马嵬驿这个驿站的范围。不过马嵬驿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它的快递业务做得好，而是因为在大唐天宝14年安史之乱之后，杨贵妃就死在了这个地方。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的第2年啊，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等一众臣工逃到马嵬驿这个地方的时候，6军将士发起兵变，要求诛杀杨玉环。唐玄宗无奈之下只得答应，杨玉环被诛杀于马嵬驿，香消玉殒。关于这个杨贵妃的死啊，一种说法是被缢杀于马嵬驿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杨贵妃墓。那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是杨贵妃并没有死，说是她逃到了日本，大约就是在今天上海附近啊，扬帆出海，后来漂流到日本向津县半岛的这个塘渡口，死后呢就葬在日本了。所以在日本呢也有一座杨贵妃墓。那日本有一个影星叫山口百惠啊，他说他自己就是杨贵妃的后代，那这个孰真孰假，只有天知道了。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杨贵妃没有被诛杀。古代总说红颜祸水，一有罪过就把这罪过推给几个弱女子，其实成与败那都是老爷们的事儿，跟几个女人能有多大的关系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自从杨贵妃香消玉殒之后，晚年的唐玄宗就一直闷闷不乐。他孤独地坐在空荡荡的金銮内，听雨声，听铃声，经常就想起被缢死于马嵬驿的杨玉环。这一时之间，往事涌上心头，百感交集。于是他做了《玉林陵曲》，遥寄哀思。岁月变迁，物换星移，王朝更替，那大唐盛世已经成为昨日烟雨。那前朝的皇帝与贵妃也成为史书上的字眼，而那《玉林陵曲》传到后世，就成了词牌名《玉林陵》。人世间最伤痛的事，莫过于生离，莫过于死别。
不同于唐玄宗和杨玉环的阴阳相隔，在历史上的一天，北宋的柳永、柳三变和他的情人即将分别。柳永那天经历的也是一场天各一方的生离，于是便有了传唱千年的《玉林陵·寒蝉凄切》。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。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，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